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钟意，是中的钟，飘逸的逸。我这阵子呢发了不少有关于 C3 开发多人游戏的影片，那么今天我仍旧还是要继续讨论这个主题，只不过呢，我们将讨论如何透过 Photon 的架构在 C3 上面建构多人连线游戏。在前几支影片中，我说明了直接采用 HTML WebSocket 开发多人连线游戏，也说明了采用 C3 Multiplayer 套件开发多人连线游戏。那么这次我将锁定透过 Photon 的架构来开发多人连线游戏。又是一个新的多人连线游戏套件，有值得学习它的必要吗？其实呢，在多人连线游戏开发领域中，不同的游戏开发引擎，它们其实都有提供自身预设的连线套件。那么我们又为何需要采用一个第三方的 Photon 架构呢？最直白的答案是 Photon 作为连接互动的伺服器，不需要由开发者或者是发行商去架设，你只需要引入 Photon 的 plugin 套件，然后接取该架构的免费线上伺服器来进行游戏间玩家的互联，而不用管伺服器维护的议题。这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当然啦，如果你的游戏拥有庞大的玩家群，则是可以依据你的需求付费租用适量的线上伺服器。更棒的是，它不仅仅支援 C3， 其实呢，绝大多数开发者认识这一个架构，都是从 Unity 开发套件中接触到这个架构的。我也很好奇一点，不知道什么时候 Photon 这一个架构已经变成多人连线游戏服务领域的翘楚了。再加上前些日子也有伙伴提到，我是否能够制作相关主题的影片，所以今天就让我透过一个游戏的案例来说明这个架构如何套用到 C3 的开发中，并且说明我个人的一些使用经验以及看法，希望可以加快你使用这套架构的进行，早日完成你多人游戏开发的梦想吧。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在这一支影片中，虽然我会稍微解说使用 Photon 架构的程式码，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不会深入说明每段程式码。本次说明的游戏专案原始码我一样会放在说明栏中，你可以自行下载回去参考研究。好，那么先让我说一下为何我们需要使用 Photon。它的好处呢，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不少，但是以我个人而言， Photon 的架构优点有3。第一，它可以帮你解决 NAT 的议题，如同我前面不断提到的，如果你是直接采用 WebSocket 或者是使用 C3 Multiplayer 套件，我们总会不停的遇到 NAT 这个议题，它将导致客户端无法正常的互相沟通。但是如果你采用了 Photon 架构，你可以把 Photon 架构当成是一个 Plessy 的公开伺服器。简单来说，就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NAT 的议题了。你所开发的游戏，玩家只要能够连上 Internet， 他们之间就可以互相联系，你再也不用担心 NAT 或者是打动效率不佳的议题咯。第二点，你可以不用自行架设连线伺服器，虽然这点跟采用 C3 Multiplayer 套件是相同的，但是 C3 WSS 伺服器的服务效能，我总是觉得它就尽力而为，没办法给你一个确定的服务品质。毕竟所有 C3 的用户都是使用这一座免费的伺服器，相较之下 Photon 架构比较能够提供你稳定的服务品质。特别是如果你愿意花钱，它就必须向你保证服务的可控性。从网站上来看，免费的 PUN 架构可以支援20个 CCU， 也就是20个即时在线的玩家服务品质保证。更甚至，如果你愿意一年花上$100，大约3000块台币吗？你可以获得100 CCU， 也就是100个即时在线玩家的服务保证。至于这个 CCU 的换算，根据网络上的一些分享，或许你可以乘上20倍，也就是免费版是当天可以有400个服务品质保证，而付费版则是2000个人的服务品质保证。我想在开发的初期测试，它就已经足够你免费的使用了。如果哪天当你真的需要使用购买授权的时候，那就表示你的游戏受到许多玩家喜欢，这样我猜你也不会那么在意要花多少钱吧。第3点，相较于 C3 Multiplayer， 它的架构在 C3 内的实作表现得更为自由。好比说，你可以任意的同步某一个你想要同步的变数，而不需要绑定到物件之上，也就是在 C3 里面的 Input Value Tag 变数通道。另外，你可以在送出更新变数值的时候，指定接收的人为主持人、其他人或者是所有人，并且可以任意的定义或者是启动 callback function， 这在某些情境下会变得非常好用。好比说，我不用一直观察某一个变数的改变才启动某个动作，而是当 on event 触发时，我才执行 callback function。你可以想象，就是当收到主持人要求你更改物件的位置，你才进行更改，这样就是 callback function 的优势，而不是死盯的某个变数的改变。容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优点。不过呢，由于 Photon 架构它的程式自由度较高，反过来说，
你需要自行控制的环节也就会比 C3 Multiplayer 来得更多。所以结论来讲，我并不会跟你说透过丰腾架构来开发多人连线游戏更为简单，实际上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但是如果当你熟练了这个架构，你会发现相较于 C3 Multiplayer 套件，你能够创造的事物也就会变得更多了。刚开始使用丰腾的开发者连接到它的官方网站，会意外的发现它的子产品怎么那么多，我到底是要选用哪一个子产品来开发我的游戏呢？这边让我简单的说明一下每一个丰腾架构产品的定位，这样也方便你在选用时可以有一个快速选择的攻略。首先我们先连接到丰腾的官网上，你可以看到它有6个产品，底下的 Chat 是拿来开发聊天服务， Voice 则是拿来开发语音服务，这2个部分在本支影片中比较不相关，所以我就不细谈了。而其中比较容易让人混淆的是 Fusion、Quantum 以及 Realtime 分类底下的 PUN 和 BOLT 这几个产品。先说结论，我们会选用 PUN 来当做 C3 多人游戏开发的架构，一来是它容易入门，二来是C3 Plugin 也只支援 PUN。 但还是让我简单来说明一下各产品的特点。总体来说， Realtime BOLT 是最适合开发多人即时的游戏框架，好比说像射击、格斗、赛车等。 PUN 呢，则是适合开发简单的多人连线游戏，好比说像是卡牌、下棋、角色扮演。则是最适合开发高度自定义的多人游戏，比如说大型多人连线游戏、策略游戏等。 Fusion 呢，则是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和高效率的网络同步，并且它还希望兼顾了高度自定义的快速开发场景。好吧，这么文绉绉的说明当然不是我打的，其实我也是透过 ChatGPT 得到的资讯。如果这些内容和你认知的丰腾有所出入，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指正哦。这里我也就不深入讨论了。从上面的说明来看，最适合我们的产品其实就是 PUN，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那样即时的连线品质。经过我的简单测试，物件之间的同步延迟大概落在 0.3 到1秒之间，我想对于一般性的多人连线游戏也就足够了。另外一方面，就我个人所知， C3 的丰腾也就只支援 PUN， BOLT 则是没有看到适合的 Plugin， 除非之后有提供相关的资源，不然这个时候我们也只能先选用 PUN 架构来开发 C3 多人连线游戏了。在使用 C3 丰腾 Plugin 前，你当然会需要申请一个丰腾的账号，在 Google 上面搜寻丰腾 PHOTON， 然后连接至它的官网申请一个账号。申请完成之后，到后台 Dashboard 的页面，在右上角点选 Create a New App， 接着选择 Multiplayer Game， 下方呢则选择 PUN， 输入 Application Name 以及 Description 的内容，然后按下 Create 建立。接着就回到 Dashboard 的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新增的 App 了。这里最重要的是 App ID， 那我们先复制这个 App ID， 等等我们会贴到 C3 丰腾 Plugin 之中作为服务的连接。对于 C3 来说，你需要额外安装这个 Plugin。先让我们在 Google 上面搜寻 Construct 3 丰腾，然后找到 Fonten Agent for C3， 点选右上角的 Download， 把这个 Plugin 下载下来。取得这个档案后，接着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Plugin 到你的 C3 编辑器中。这里呢，我也是参考这个网页上面的内容，具体上就是从 Menu View Add-on Manager 进入，也就是画面上这个路径。点选左下角的 Install New Add-on 后，选择刚刚下载好的 Plugin， 按下 Install， 它会要求你重新开启 C3 的编辑器。安装完成后，在编辑器的中间连点2下，你就可以看到 Fonten Plugin 已经成功安装了。按下右下角的音色按钮后，在你右方的 Object Type 中就可以看到丰腾套件已经加入到这个游戏之中咯。点选这个物件，在左侧参数设定中，你可以选择区域，好比说像是欧洲、美洲、亚洲或者是日本等等。在 Protocol 的栏位中，我们这边先选择 WSS， 记住这边先选择 WSS 哦，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让我说第3次，请先选择 WSS。Host Type 则是维持 Fonten Cloud， 因为我们没有自行架设丰腾伺服器。好，当我们完成上面那些步骤之后，在左方 App ID 中贴上我们刚才复制的 App ID， 这下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使用丰腾来设计多人连线游戏了。为了维持程式的精简性，我将修改上一支影片提供的程式码，一样保持它的长度在50行之内，所以我复制了上一次的 Event Sheet， 并且重新命名为丰腾的版本。接着关于程式码的细节我都不会深入说明，
毕竟我都提供程式码了，有兴趣的伙伴们还请自行下载参考。我只会提及几个重要的观念，还有特别需要注意的设计技巧，来让大家快速入门。首先呢，丰腾 PUN 的架构，它不存在一个实际意义上的 host， 也就是你不需要推派一个玩家成为 host， 让他来处理每个client的资讯。这一点跟 C3 的 Multiplayer 是不一样的。毕竟呢，服务伺服器就是由丰腾 Cloud 提供，所以在彼此互信的情况下，每个玩家都可以是 client， 那么你就不需要额外设计 host 以及 client 这两个角色的程式群组。所以当我们真正在写程式码的时候，跟 C3 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不再需要设计 host group 以及 client group 这两个群组了。第二点，丰腾不存在物件同步这种懒人的功能。在 C3 Multiplayer 套件中，你可以透过物件同步、物件变数同步或者是变数通道来同步资讯，但在丰腾中一律都只能透过主动送出变数来同步资讯。换句话说，也就只能使用类似变数通道的方式来更新你的坐标轴、角度、HP、MP 等资讯。需要更新多少内容，就必须设计多少的更新程式，并不存在物件以及物件变数的更新方案，甚至多久更新一次都得靠你自己设计。第三点也是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发起某个事件，让执行阶段分插到某个你自己定义的 callback 方选中，而这一点也就是定期回报更新变数的流程。你可以在更新坐标轴 X 的时候，指定传送给所有人、其他人，或者是 master client。这个 master client 等一下我们会讲。然后呢，当收到这个资讯的玩家，则是要决定他具体要做些什么。特别针对上面讲的第二点以及第三点，你可以看到丰腾提高了你极高的使用自由度，让你可以自行定义想要被执行的 callback function 以及想要更新的变数。但是相对的，这也需要游戏开发者更高的程式设计技巧。好坏与否，端看你是否熟悉这个套件以及 C3 的程式设计咯。最后在实作上，我设计了4个更新资讯，分别是第一点 Heartbeat， 也就是我还活着。所有当收到这个资讯的其他玩家，如果它的画面上并没有我的存在的话，请其他玩家新增一个属于我的 player 物件。接下来3个的更新资讯分别是 X 轴的位置、Y 轴的位置以及我的 player 旋转角度。由于 C3 丰腾 plugin 套件不支援补间预测，所以你必须自己想办法来补足中间的数值内差。话说回来，这一点很奇怪，丰腾在 Unity 上面有提供这个功能，但是 C3 却没有。那你会问说，如果没有做数值的内差会怎么样呢？我们来调成没有内差的状况，就是每一次都更新它的 XY 轴以及角度，你就会看到其他玩家他的 play 物件会愉快的闪现、跳跃、鬼遮眼。好，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其实也不难啦，在 C3 有一个叫做 Twin 的功能，我们可以先设定在 client 端更新物件的频率为 0.3 秒，然后呢，每次收到位置角度资讯的时候，我们都尝试在 0.3 秒内透过 Twin 的物件内插移动到该位置或角度，这样画面就看起来不会那么诡异了。OK， 基本上呢，设计完的游戏画面就会是长这个样子。好吧，你不信任其他玩家，特别是有些玩家总会安装一些加速器呀、修改器等等，甚至直接篡改封包资讯，来让你的游戏出现一堆超人、蜘蛛人或者是蝙蝠侠。那么你还是会希望设计一个 host client 的游戏架构，至少呢，从所有 client 端传送过来的更新资讯，都是要透过 host 来核实它的正确性，最后再统一发送给其他玩家。那么你就得设计一个丰腾版本的 host client 游戏，对吧？但是等等，我们刚刚不是说 PUN 架构没有 host 吗？其实呢，也不能这样说啦。在丰腾架构中，当玩家们加入丰腾 server 的一个房间之后，仍旧是会推派出一个 master client来当成这个房间的 master， 而这个机制是动态的。当这名 master 离开房间后，丰腾 server 则是会另外再推派另一名 client 成为 master。你可以把这个 master 当成 client，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host。我目前唯一感觉得到的差距是，当你使用丰腾点 master actor number 的时候，它会告诉你某个家伙是 master， 仅此而已。那么我们就当这个家伙是 host 吧。所以其他 client 他们必须定期回报自己的位置给 host， 然后由 host 建立其他 client 的 player 物件，再把画面上的所有 player 物件给所有其他的玩家。当个别 client 收到这些讯号时，他们会再建立相对应的 player 物件，但是这些 player 物件它的位置以及角度则是必须参考 host 传送过来的汇总资讯，终端呢也不能胡乱编造自己的位置，一切要由 host 来决定是否合理。这样的设计呢，与先前我们采用 C3 Multiplayer 的架构是相同的。
但是设计的复杂度比较高，因为你要设计 host 端的接收群组、host 端的发送群组，以及 client 端的接收群组、client 端的发送群组，并且你还必须带入一些这些资讯是从哪个玩家传送过来的，才不会更新位置及角度资讯到错误的 player 物件上。总之呢，虽然程式码只有40行之内，但是复杂度我觉得还挺高的。下载这个游戏专案后，你可能要多花一些心思，才能够看懂我具体到底是怎么达成这个 host 可耐多人连线游戏哦。好啦，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老样子，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您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